五角大楼连夜紧急复盘，全员标记红色风险预警。美军高层看完歼50最新试飞视频，集体陷入长久的沉默，连一呆里的航空专家都忍不住对着屏幕惊呼：这玩意儿是不是从星际穿越片场偷出来的？中国工程师是不是偷偷拆过外星飞船？放在10年前，谁要是说中国能造出碾压全球、改写空战底层规则的6代机，所有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。放在5年前，美军还在洋洋得意，手握 F-22、F-352大5代机王牌，牢牢锁死全球空战天花板，笃定未来数十年西方依旧垄断高端战机技术。但现在歼50高度亮相，多次高调试飞，直接打碎了西方100年的技术傲慢。看完本期视频，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美军会慌到失眠，为什么北约给歼50冠以裁决者的霸气代号，为什么说歼50的诞生直接让西方100年空战规则彻底作废。我是白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子。首先呀，我们纠正一个全网最大的认知误区，绝大多数国家，包括美国，对第6代战机的理解都停留在5代机 Plus 的浅层思维。在西方军工逻辑里，6代机就是隐身更好一点，速度更快一点，导弹更远一点， AI 辅助更智能一点，本质上还是在旧空战赛道里内卷升级，依旧遵循着2战以来的战机对抗逻辑，比拼机动性，比拼雷达探测，比拼火力输出，比拼单机性能。这就完美对应了《孙子兵法》里说，常人用兵以正和，普通人常规对手只会在既定规则里比拼强弱，优化短板，永远跳不出固有框架。而中国的歼50走的是以奇胜的兵家至高境界，我们根本不陪西方玩旧规则的内卷游戏，而是直接推翻赛道，重新定规则。别人还在琢磨怎么少被雷达锁定，少被导弹击中，怎么提升单机生存能力，我们的歼50已经实现了直接让敌方雷达致盲，防空体系失效，探测系统归零，从根源上剥夺对手的作战能力。这就是古今军事思维的终极差距。西方上气，执着于武器参数的极致优化，中国上道，追求体系碾压，规则颠覆，全局制胜。很多人看不懂歼50的恐怖，就是因为始终在用5代机的思维去衡量一台跨时代的规则制定者。先来说说让欧洲工程师们直呼离谱，让五角大楼连夜飙红的核心杀招——歼50的动态全域隐身技术。传统5代机不管是美国 F-22、F-35，还是我们的歼20，隐身逻辑都非常简单粗暴，属于被动隐身。简单来说就是靠机身特殊造型吸波涂层，把雷达波反射到固定的几个安全角度，避开敌方雷达探测范围。这种隐身是静态的、固定的、有漏洞的，就像学生考试偷偷作弊，低头遮掩，小心翼翼，只能被动规避监控。一旦角度不对，雷达波段适配，立刻就会暴露。这也是为什么5代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依旧存在被锁定、被拦截的风险，依旧需要规避防空系统，规避探测雷达。而歼50的隐身已经彻底跳出了被动防御的范畴，达到了道家无形无迹、顺势而变的至高境界。它搭载的自适应智能隐身蒙皮，根本不是普通的吸波涂层，而是一套可实时动态调节的智能电磁系统。它能主动捕捉敌方雷达波的频率、波段、探测方向，实时调整机身表面的波流、电流分布与电磁特性，让来袭的雷达波要么被完全吸收，要么被偏移反射，真正实现雷达波有来无回。配合歼50独家的全动翼歼加无垂尾飞翼布局，直接砍掉了传统战机最核心的雷达散射源，也就是垂直尾翼。传统战机必须靠垂尾控制飞行方向，垂尾的存在就是天然的隐身漏洞，无论怎么优化都无法彻底消除雷达反射信号。但歼50直接践行了无用则去、极简制胜的中式智慧，影响隐身的结构直接删除。它的全动翼歼能够通过左右插动偏转，完美替代传统垂尾的方向控制功能，甚至产生更强的飞行控制力矩。简单说别人靠固定结构保命，歼50靠动态智能结构制敌。更恐怖的是，这套组合技术实现了动态隐身自适应。5代机的隐身角度是固定的，一旦敌方雷达更换探测方向，隐身效果就会大幅下降。而歼50的全动翼歼智能蒙皮能根据战场威胁方向实时调整机身反射角度，始终把最强的雷达反射波数避开敌方所有探测设备。用最通俗的比喻，5代机隐身是躲猫猫，藏得住就赢，藏不住就输。
歼50隐身是直接废掉对方的眼睛，让敌方所有的雷达探测设备彻底失效。央视2025年公开的权威数据足以碾压全场。歼50雷达反射面积皆低至 0.0001 平方米级别。我们做个直观对比，高下立判。俄罗斯苏57雷达反射面积 0.1 平方米，相当于一只飞鸟，远距离极易被锁定。美国 F-35雷达反射面积 0.001 平方米，相当于一颗高尔夫球，是全球公认的顶尖隐身水平。美国最强五代机 F-22雷达反射面积 0.0001 平方米，相当于一只蚊子。看起来是不是跟我们的歼50一样呢？曾霸占全球隐身天花板多年。但是歼50直接追平 F-22的极致隐身数据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是动态智能隐身 ，F-22是静态固定隐身。论复杂战场的实战隐身能力，F-22在歼50面前完全就不够看。在2025年西部联合军演中，歼50打出了12-0的封神战绩，全程硬扛一个营的 S-400顶级防空系统，对方雷达全程无法锁定，无法探测，反而被歼50反向定位所有阵地，挨个精准点名。正如现场指挥官所言，以前隐身是躲猫猫，现在的歼50隐身是让敌人直接变瞎子。这就是《孙子兵法》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现代终极实践。如果说隐身是歼50的防御底牌，那全动翼歼气动设计岷山20变循环发动机就是它的进攻杀招，完美诠释了兵家兵贵神速、出奇制胜的核心技术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全动翼歼技术是目前全球唯独中国掌控的独家黑科技。欧美多国研究数十年，始终无法突破技术瓶颈，因为这套设计对材料强度、飞控算法、路线集成、动态驱动的要求已经达到人类工业的极限。这也是意大利航空工业师直呼离谱，怀疑我们拆解外星飞船的核心原因。相关技术资料全球空白，完全超出西方军工的认知。传统战机的翼尖、舵面全是固定结构，只能小幅度偏转，机动上限极低。而歼50整个翼尖是独立可控结构，可整体插动偏转，能瞬间产生巨大的偏航力矩。这样歼50拥有了颠覆传统空气动力学的极端机动能力，原地绕机头轴心转向，高速极限机动，6马赫急速转弯，即便在超高速度下，机身振动幅度仅 0.1 毫米，稳定性拉满。它的瞬时盘旋角速度达到35度每秒，机动灵活度比美军 F-35高出 50%。远距离格斗完全是碾压级优势。简单说别的战机缠斗靠技巧，歼50缠斗靠降维机动，所有的传统空战规避动作在它面前都形同虚设。支撑这套极致机动性的是歼50的核心心脏岷山20 18吨级变循环发动机，同时搭配2台涡扇30改进型引擎，单台推力可达23吨，动力性直接拉满。这里要重点讲清楚，为什么变循环技术？这是西方曾断言10年内无法工程化的顶级瓶颈技术。传统发动机只能适配单一工况，亚音速省油就没推力，超音速有推力，但是极度费油，鱼跟熊掌不可兼得。而歼50变循环发动机可完美实现双向适配，亚音速巡航时切换涡扇模式，油耗降低 30%， 拥有超长续航里程；而超音速格斗、高速突防的时候，切换喷涡模式，爆发极致推力，实现不开加力长时间超音速巡航。反观美国，对标我们的 XA100 变循环发动机，至今还停留在图纸研发测试阶段，迟迟无法实装上机。我们直接实现了他们 PPT 上的终极技术，并且完成了实机试飞、适配成型。更关键的是这款发动机不仅能提供极致的动力，还能为机载激光炮等定向武器提供充足电力。超强的散热系统能保障全机电子设备、传感系统、AI 系统长时间稳定运行。如果说隐身、机动、动力是硬件优势，那歼50的 AI 智能空战体系就是彻底拉开代差，让美军彻底破防的核心痛点，也是5代机与6代机的本质区别。很多人对现代空战的认知还停留在单机对抗、飞行员操作的传统思维，但6代机的核心从来不是飞机，而是空战系统、智能体系。目前美军的 AI 空战还停留在辅助飞行员操作的初级阶段 ，AI 只是工具，决策权、判断力依旧依赖飞行员。但歼50已经实现了 AI 主导、人做决策的顶级模式，完全颠覆空战逻辑。根据央视军事科技栏目公开的模拟数据，歼50机载 AI 可同时追踪50个空中、地面、海上目标，自主识别威胁等分配攻击优先级，
规划最优战术路线。战场上，飞行员不需要在手忙脚乱操作装备、判断战局，只需要确认 AI 给出的战术方案，点头确认就能实现导弹饱和式打击，精准定点清除。更恐怖的是它的蜂群协同作战能力，一架歼50可带队10架隐身无人机中程僚机，组成立体化空战编队，打出完美团战战术。突防作战的时候无人机前出充当诱饵，吸引敌方雷达、防空火力，消耗对手的防御体系。歼50呢，凭借极致隐身、绕后突袭，精准打击敌方指挥中枢、预警机、航母等核心高价值目标。这套战术完美契合《孙子兵法》奇阵相生、虚实结合的兵家精髓。无人机为正兵，正面牵制，迷惑对手；歼50为骑兵，迂回突袭，一击必杀，虚实变换，防不胜防。美军顾问曾公开无奈抱怨：“我们还在研究 AI 怎么辅助驾驶，中国人已经让 AI 主宰空战战场。”这就是最致命的技术代差，不是参数差一点，而是作战思维、体系逻辑、战术维度的全面碾压。别人还在单打独斗，我们已经开启智能团战；别人还在人工研判，我们已经实现 AI 全域控场。除此之外，歼50还是一台行走的空中超级武器库，近5米的超长机腹弹舱，可搭载射程500公里的霹雳17远程空导弹，专门猎杀敌方预警机、加油机、电子战机。同时可挂载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，具备1500公里超视距反舰能力，可在防区外精准摧毁敌方大型舰艇。空战、对海、对地、电子干扰全维度覆盖，全域无死角打击。比技术更让美军破防的是中国军工的迭代速度与落地能力。我们回顾一下时间线，就能看懂什么叫中式速度，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歼20从首飞拆除空速管，完成精细化调试到实战化部署，用了整整3年时间，这已经是全球顶尖的战机研发速度。而歼50从2024年12月首次曝光首飞画面，到2025年9月彻底拆除空速管，完成精细化隐身调试，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。这意味着歼50的试飞进度、定型速度、服役节奏全面超越前代战机，距离批量列装、上舰部署已经近在眼前。反观美国的6代机项目，堪称大型画饼现场。美国 F-47 6代项目、海军 FA-XX 舰载6代机项目炒作多年，截止2026年5月，依旧停留在 PPT 概念、设计图纸阶段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测评成果。甚至 FA-XX 项目要到2026年8月才会进行终极项目裁定，未来能否落地、何时服役，全是未知数。一个是快速试飞、快速迭代、快速成型，一个是反复拖延、纸上谈兵、遥遥无期。这就是中美军工最真实的差距。美国还在纠结规则、纠结方案，中国已经落地成果、重构格局。很多人总说呀，我们是弯道超车，大错特错。弯道超车是跟着别人的赛道追赶别人的步伐，而歼50的诞生是直接放弃旧赛道，另辟通途，登顶巅峰。过去100年，西方定义空战规则，定义战机标准，定义技术门槛，全世界只能被动跟随。如今呢，中国用歼50、歼36告诉全世界，下一代空战规则由中国定义。最后我们聊最关键、最影响未来格局的一点，歼50大概就是全球首款专职舰载6代机。是未来004国产航母的专属核心战力。从曝光的试飞模型跟机身细节来看，歼50针对性优化了全套舰载适配设计，升级优化机翼折叠机构，强化高承重着舰钩，采用耐腐式特制起落架轮胎，每一处细节都是为海上起降、远洋作战量身打造。未来004 10万吨级国产航母搭配歼50舰载6代机，将形成一套全新的中式顶级海空作战体系。这套组合一旦成型，航母战斗群的有效打击半径将直接突破2000公里，彻底覆盖台海、南海全域，重塑西太平洋战略战术格局。我们可以脑补一个未来实战场景，完美诠释什么是降维打击。敌方航母雷达全力开机，全力搜索空中目标，屏幕上一片空白，毫无信号。敌方预警机升空探测，同样一无所获，探测系统全程失效。就在敌方一脸懵逼，以为空域安全的时候，歼50已经突破层层防御，悄然抵近，锁定敌方核心舰艇，指挥阵地，随时可以发起致命一击。敌方呢，全程看不到、摸不着、防不住、跑不掉。这就是歼50带来的不对称作战碾压优势。以前的海上对抗是双方肉眼可见、雷达可探的正面博弈，未来的海上对抗是我们的隐身突防、精准制敌，对手全程被动挨打，
毫无还手之力。山河远阔，星河无垠，从百年积弱、仰人鼻息，到今天一飞冲天、睥睨苍穹；从仰望西方、步步追赶，到另立规则、定义未来。歼50从来都不只是一架战机，它是一个民族千年风骨的凝练，是华夏智慧在钢铁与烈火中淬炼出的锋芒，更是东方文明以道御器、以智破局的时代宣言。我是白饭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